姐，那边！别怕。先去厢房休息，衣服我去找一套干净的。有伤就说，别硬撑。我是穿越来的，在这个世界已经16年。我生在陈家村，陈家是方圆100里小有名气的武道世家。父亲把本事都交给了我，我每天最认真的事就是练武。墨儿，过来。从今天起，你跟着我练这个。这是陈家真正的东西，以前你年纪小，我没传你，现在可以了。练的时候心要静，别急着求成。这门功法比你之前练的都深。玄清功，这是真正的武功秘籍。先擦擦，山里的刀伤不能拖，明天我再给你换药。麻烦伯母了。谢什么？能活着回来就好。明天我再给你换药。先别急着运气，把路线记熟，明天清晨再试。玄清功，这是真正的武功秘籍。这么早？习惯了。你昨天手臂受伤，还练？小伤。姑娘，这几天先住下，山里不太平。等确认那些人彻底走远，再做打算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叫我小花就好。我会尽快离开，不给陈家添麻烦。住就住了，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？小花，这门功法的路数和普通武道完全不同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它远不止强身这么简单。先把功法摸清楚。比刚来的时候厉害很多了。还不够。你每天练到这么晚，不累？想变强，就得忍。3个月，我快要踏入3流了。这个世界以武为尊，没本事，什么都护不住。
我是穿越来的，脑子里有前世的东西，只要我够努力，就不会只是个普通人。小花，她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举止、说话，连睡觉都带着规矩。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会落难到这里？不管他是谁，等我真正变强，我就能站在他身边。或许，我才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。都住了3个月了，还这么见外。伯母对我太好，我总想做点事。如果时间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。还没歇，刚刚突破了3流，成了。恭喜。小花，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叫子贤。子贤，我记住了。再撑一会儿，就能更进一步。别跑，一个不留！墨儿，村里子怡们屠村了，你爹你娘都……3个月前，这里还有说笑声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还有漏网的。3流的水平也敢动手？死了就省事了。我还不能死。爹，娘，我活下来了。沉默啊，吃饭。我要变强，强到足够的时候，亲手为你们报仇。你是谁？陈家村，沉默。第17个。
这些年，我换过很多名字，唯一没变的是手上的杖。最近死的人，都和15年前陈家村那件事有关。我们已经派人查了，对方行踪诡秘，实力至少在药流巅峰以上，而且很懂我们的行动规律。继续查，你双倍悬赏，我要活口。还不够，真正下令和知道内情的人还藏得更深。再等一等，等我突破后天，就去掀他们的老巢。果然是你！这些年暗中袭杀我们弟子的人，就是你！陈家村漏网的余孽，来得挺齐。今夜你插翅难飞！还不够，再多杀几个，不够抵债。够了。二流巅峰修为，在同辈中也算颇有本事，可惜你不该执意回来寻仇。我只是还没杀够。爹，娘，孩儿尽力。第一世结束。评价：身负血海深仇，迎甚招一，隐忍半生，最终身死于紫衣门之手。评分88，所获评分可用于提升下一世资质、悟性、血脉。这玩意儿是我的金手指，每次死了都能重来，保留意识转世重生。那我是仙侠男主。等等，既然有转世轮回，这世界绝不只是普通武侠，转世都存在。那上方是否有修仙大道、真仙长生？不管这世界层级如何，我如今只有一事：报仇。陈家村100余口人命，我亲手埋下的双亲坟冢，紫衣门欠下的血债，我必一笔一笔100倍奉还，此恨绵绵，不死不休。悟性加50，剩余38，全部加入资质。加点完毕，重开。这人是不是不睡着？天天来的最早，走的最晚，入门才半年，功底比很多老外们都扎实，连门派任务都拼了命接，简直离谱。紫衣门，我来报仇了。这一世，我叫林墨，入紫衣门半年，从杂役熬到外门，每天最早起最晚睡，任务能接就接，资源能抢就抢。前世我用了几十年才走到这一步，这一世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。林墨，今天又来接任务，还有高积分的任务吗？有一个清剿外围山匪的，风险大，积分高，你要？我接。这人真不要命，高危任务也敢抢着接。积分、资源、地位，我都要。想靠近他们的核心，就得比任何人都更拼命。前世的账，我一件一件记着。这一世，我会更快把他们讨回来。林师兄，这次积分下来，你又能换不少资源了吧？嗯。看住俘虏，别让他们跑。你是林家村的林墨？林师姐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同乡，刚才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打不赢他们。你在找什么？确认他们是什么来路。我这次的任务只是押送山匪，本来不该管这些。那你已经出手了，回头我自己去执事堂说明。你刚才杀的人，要是执事堂追问，怎么说？就说遇到伏击反击。
入门之后，我一直听说外门有个很能吃苦的人，原来是你。师姐过奖了。不是过奖，能从外门爬上来的本来就少，你还是同乡，以后有事可以找我。好，八脉全通内门重点培养，他对我释放善意，对我有用。这些人不是普通山匪，有人在针对内门弟子。任务之外的死人，最容易被人做文章。林墨，执事堂找你，有人举报你任务途中私自劫杀，让你立刻过去说明。知道了。有人写了你的状子，说你任务途中不守规矩，私自劫杀，还说手法不像是临时起意。图图遇袭，对方3人先出的手，我伤在左肋，执事若不信，现在就可以验。这次我不深究，伤是真的，仗也对得上，但你最近太显眼了。外门这些年能往上爬的人不少，可活得久、活得干净的没几个，是自己心里要有数。有人在试我的底，是执事随口一提，还是有人在后面递话？现在还看不清，还早，稳住。林墨，上次的事我去执事厅说过话，那些人确实不像普通山匪，手上的功夫太干净，出招也讲章法，寻常匪类学不来。谢谢师姐，替我费心了。你最近是不是在查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只是多接了几个任务，想早点攒够功勋。同乡一场，你我又是一起进的门，有事别一个人扛，可以来找我。他已经起疑了，玩儿心细，瞒不了太久，时间不多了。陈家村的事都多少年了，还要翻？上面的意思，相关的人再清一遍，尤其是当年漏掉的那个。现在还在门里的已经不多了，不多也得查，出了漏子，谁都别想干净。上头这次是动了真火。还在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在，他们竟然还在门里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执行的人还没死完，账也还没算完。如果要一次性清算，有点不太可能，那就从他们开始。林墨，你深夜不回宿舍，一个人偷偷跑到后山来，到底在查什么？你给我的感觉很不对劲。他怎么会来这里？难不成……林墨，这次跟我走一趟，外围有伙山匪在劫商队，上面要人清理。是，听说你能干，别拖后腿就行。就是他，15年前陈家村执行人之一。这次完事儿，功勋少不了你们的，尤其是你表现好，我可以在长老面前替你说2句。谢执事提携。哼，他活得好好的，还在门里升迁，陈家村的人坟头草都已经换了几茬。干净，围城吧。执事，前面有情况。什么情？执事说前面路不稳，让我先回来知会一声，他自己再探探。是。一笔，还有下笔。林墨，执事堂有人找你。好。跟你一起出任务的周执事，到现在没回来，你是最后一个见他的人。说。回城时，他让我先带人返回，说自己再探一探前方是否有残匪，之后再无见面。希望你说的是实话。门里死了人，谁都洗不干净，先下去吧。没传唤之前，不许离开外门范围。是。他们开始查了，我还要更加小心谨慎。最近外门几个任务点连续出事，人手不够。林师姐既然有心分担，我们自然欢迎，只是责任也要一并担下。我要的就是能担事的位置，资源和人手到位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林墨最近倒是常跟在林师姐身边，同乡是同乡，
办事可不能只讲情面。我只做事，情面归情面，结果归结果。你帮我拿下这些，图什么？师姐往上走，我也能沾光。外门想出头，总要有人肯用。他知道我在接他的事，他也在借我的手，这样就够了。物资调拨，陈家村清剿后的赏功名单，又一个。林允儿拿到调度权之后，这些边缘人物更容易被我碰到。他要权力，我要人命，各取所需。你来了。今天死的那个管事，是我刚要过来的人。他手里有旧账，对我有用。林默，我可以容忍你借我的事做事，但你若把我当枪使，又不告诉我枪口对准谁，下一次我不会再替你挡执事堂。有些名字，你最好暂时不知道，知道了，你也得站边。互相利用就说互相利用，别装同乡情深。好，林婉儿的势力在涨，紫衣门内部开始乱，该把外面的火也往里引一引了。掌门要闭关冲击更高境界，位置得有人接。接的是掌门亲传侯方杰，36岁，小后天，掌门一手带大的。可大长老那边不是更看重林婉儿吗？24岁就小后天，8脉全通。掌门要让位，林婉儿必须争，争起来门里才会乱。掌门闭关前要在门内定一个过渡人选，侯方杰已经拿到大部分长老的默认。那师姐呢？大长老让我去比，赢了位置就有说法，输了就彻底没机会。比武的时候，我会在外门把该稳住的人稳住，你只管赢。你帮我，不只是为了同乡吧？师姐往上走，我才有机会把该清的人清掉，互相都清楚就行。点到为止，赢的人闭关期间带掌门物。再打下去，怕是要结死仇。结了也好，门里太平太久了。他必须赢，赢了，门里才会真正裂开。再撑一撑，等这口气彻底撕开，后面的事才好做。废了，侯师兄的修为被废了。点到为止，我赢了。林婉儿，你下手太重。比武场上各凭手段，大长老让我来争，我就争到了。掌门，适可而止。哼，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有这个本事，那从今天起，门内谁听你的，谁就是在与我为敌。废了掌门最看重的人，这下真要撕开了。够乱了，可以引火进来了。信号是你发的？
紫衣门已经自己先打起来了，现在进山正是时候。谁死谁活，各凭本事。撤，先保住人。不好！闭关30年，一出冲就看见你们在自相残杀，还引来了魔门。太上长老，此事与婉儿无关，是门内本就有争。师父，走，我拖住他，你活着出去才有以后。搅乱门派的，一个都别想走。先天，快撤！今晚亏大了。立刻撤，能走多少走多少。我要撑住。大长老应该已经死了。林婉儿能走多远，是他的命。我的事还没完。墨儿，你这是？银子，够你们用很久。现在立刻收拾东西，跟我走，别问为什么。哥，你是不是又要丢下我们？这次带你们一起走，走得远远的。墨儿，你这伤是不是该找大夫再看看？不用，过阵子就好。给他们安顿好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还是第一世最放不下。爹娘，我尽力了。哥，起来吃饭啦！哥，92比上一世高。悟性加50，剩下的42点全部加在资质上。加点完毕，重开。林兄，你总算醒了。昨晚喝那么多，我还以为你要睡到下午呢。这一世七杀魔门白莲堂，我是堂主嫡传弟子林惊蛰，17岁，3流武者。眼前这个不男不女的，是合欢堂的周成风，原主的至交好友。5经7脉，比前2世强了何止1倍，可17岁才3流，全是因为这个损友，天天拉原主逛青楼喝花酒。林兄，今天咱们去哪儿？听说城东新开了家青楼，姑娘水灵得很。周兄，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
心经啊，你不是知道吗？这功法需要在这里修炼。那当然，不在这里修炼，怎么长修为？那我呢？我修炼的是白莲堂的白莲心经。童子之身威力最大，破身越多，威力越低。所以我逛青楼能长修为吗？这个好像不能。周兄，这几年来，你耽误了我多少修炼时间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以前的事不提了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各玩各的。林兄，你别误会，我真没别的意思。林公子，您要走啊？再玩会儿嘛。不了，有事。紫衣门的事还没完，上一世只报了一半。君子报仇，时时有可。我有的是时间。唯一的问题是被损友耽误了时间，没关系，才17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醒了啊，这次差点把命玩没。合欢堂那边的人，以后少来往。弟子受教。哼，受教？你要真听话，早就能进内门核心了。养伤，别再给我惹事儿。林兄，真不缺？城东那家花魁今天点名要见你，你以前可是排着队送礼的。不去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以前喊你3次，你都能答应2次，是不是在气我？周兄，我修的是白莲心经，童子之身越完整，功力越强。你修的是合欢心经，逛青楼对你是修行，对我是在把自己往废了走。以前的事不追究，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。再来拉我，就别怪我翻脸。行，你想通了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损友清掉。接下来，该真正开始了。这一世起点不错，七杀魔宗白莲堂堂主嫡传，5经7脉。唯一的问题是被损友耽误了时间。没关系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4个多月，从3流往上推。比前2世顺太多了，5经7脉的底子果然不一样。堂主回堂了。师父。2流只差1线，这几个月你真的一直在闭关？是。没出去鬼混，没去找合欢堂那帮人？没有。好，好啊！哈哈哈，臭小子，总算开窍了。等你真正突破2流，我亲自给你挑一门好功法。以你的资质，将来接我的班儿，当白莲堂主也不是没可能。接白莲堂主，如果是魔教教主，不是更好？但现在。不能说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事请教，白莲心经是从哪来？弟子修炼的时候，总觉得这功法有些玄妙，不像普通的后天功法，却又说不清哪里不一样。你倒是问着了。昔年圣教开派祖师是一位先天之上的存在，留下一门神功，名为玄魔功，太深奥。一般人练不了。咱们白莲堂的白莲心经，就是从玄魔宫里悟出来的。血刃堂的血刀经，合欢堂的合欢心经，都一样。玄魔宫、玄清宫，
名字这么像，果然有关系。会不会这两本功法本来就是同一部的两半？师傅，玄魔功现在还在吗？在，但那是教主才能修炼的，咱们7位堂主也只能参悟自己那一埋的简化版，修为不够，悟性不足，看了也是白看。教主之位空了100年，要想彻底踏平紫衣门，至少得爬到堂主这个级别。不急，一步一步来。重修的路，走起来就是快。真正的考验在后面。血刃堂主快不行了，那会是一个机会。血刃堂主快不行了。当年那一战被紫衣门太上长老重伤，这些年全靠丹药吊着。他若死了，血刃堂就麻烦了。长老院已经在商量，新堂主从其他6堂的精英弟子里选。怎么选？不是单纯比武，修为、计谋、城府、信性、手段都要看。先当代理堂主，等突破后天再转正。你想让长老院注意到你，就得先在江湖上闯出名堂。在这之前，你抽空去一趟血刃堂，以晚辈身份探望现任堂主，带点礼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弟子明白。20岁不到就是一流，这样才有意思。林公子最近怎么不来玩了？奴家可是想你的紧呢。修炼繁忙，抽不开身。什么时候有空来奴家闺房坐坐？须儿与公子秉烛夜谈。改日有空，一定登门拜访。双修西人修为，这女人绝对沾不得。前辈，晚辈林敬哲来看望你。你是江烈的徒弟，想试试当堂主？哼！现在呢，看见外面那些人还是这么想，更想了。年轻人有野心，很好。血刃堂主临终前托我把这个给你。血刃，他用了半辈子的刀，现在归你。长老院不会凭空看上谁，你想争那个位置，就得自己出去闯，活着回来，带着足够的名头和功劳。弟子明白。记住，圣教不是让你去当杀人狂的，该杀的是真正压着百姓的人，别把刀用错地方。50两都给你爹了，你哭什么？再叫就一起抓回去。我爹是老实人，你们不能这样。放手！哪儿来的野种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回去吧，以后离这些人远点。这种货色，杀了也不会有人心疼，但只杀衙内不够，真正该动的是他们背后的人。先把名头立起来，再往大的动。听说了吗？有个使黑刀的年轻人，当街废了县太爷的公子，手脚干净，不像普通江湖人，
有人说是魔门的。管他哪门哪派，反正现在官面上已经开始查了。名头有了，但还不够响。哪儿来的愣头青？知道这地界是谁的吗？知道，所以来的。你是什么人？记住这刀。血莲，就叫这个名字吧。血莲公子，圣教最近很关注你。什么人？自己人。长老院已经在私下议论血刃堂的代理人选，你的名字在名单上，但朝廷那边也盯上你了。再继续这样高调，麻烦会来得很快。建议你见好就收，回圣教一趟。名单有了，可以回去了。目标确认，血莲上！回去告诉雇你的人，下次我直接去取他的头。两门功法同修之后，同阶已很难威胁到我，但有人提前动手，说明位置之争比我想的更糟。几个？6个，4个死了，2个跑了，都是一流。长老院已经在议血刃堂代理人选，你的名字在上面，别人的名字也在。有人想先把你摘掉，不奇怪。赵恒30年前出卖圣教，导致教主失踪的叛徒，如今在苍狼城做富商，受朝廷庇护。您的意思是，长老会准备把清理他列为重要考核，谁拿到他的人头，谁就更有资格坐那个位置。弟子去。伤好之前，先养2天。这次不是街头打架，是真要死人的局。暗杀是试探，也是警告。赵恒是投名状，金瓶儿他们大概已经在路上了。这一次，我不做背阴的人，我去做那个把人头带回来的人。玄清宫和白莲心经是同源。弟子修到现在，越来越确定，一门偏正道，一门偏玄魔，合在一起，才接近完成。师父卡在大后圆满多年，或许缺的就是这一块。我闭关，闭关期间，白岩堂不能乱。沈度，白岩堂副堂主，刚从外面任务回来。闭关期间，堂内事务由荆蛰主导，你协助也监督。是，有话直说。堂主把位置暂时交一个年轻人，属下需要确认他有没有这个分量。一流圆满，刀法凝练，够用。副堂主手下留情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配合，谁出问题，我出关后一起算。我只听堂主的，你能把事儿办成，我就帮你；办不成，我也会按规矩收场。公平，得力，但不好控，正好。赵恒的事尽快，其他3个也别掉以轻心。师父安心闭关。师父去冲击先天，我去拿该拿的东西。进门之后听我的，
别擅自出手。人头我来取，你只负责把我带到能下手的位置。金瓶儿他们3个已经到了，今晚得赶紧了。圣教的小辈，一个两个都喜欢送死。不对，什么？易容，面具合缝处有极淡的胶痕，呼吸频率也强，这是替身。真身大概率已经走了，他既然敢用替身搅局，说明暗道早就备好。能追吗？追踪是我的本行，跟我走。暗道，刚走不久，往城北，最多半炷香的脚力。走，真正的人头在前面。2个人，一个伤了左腿，一个气息内敛，是高手，应该就是赵恒本人。继续，真追上了，你有把握？追到了，就有。你追！左腿的伤更重了，就在前面。追得还真紧。圣教如今的小辈眼睛倒是尖，证明你的时候到了。云老神通功。真的，走。府里那3个人恐怕已经拿着替身的头往回赶了。让他们先去，真假长老院会分得清。人头是我的，位置也该是我的。赵恒的人头在此，请长老院验明。既有人头，按规矩。慢。这才是赵恒，府里那位是替身。替身易容痕迹明显，真身走暗道出城，由我与林惊咒追至城北密林斩杀。叶未央所现却为易容替身，林惊这所现才是真身。好手段，这次算他狠。林惊镇白莲堂弟子，斩杀叛徒赵恒，功在首位。自即日起出任血刃堂代理堂主。谢长老院。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位置拿到了，接下来是他们来，还是我先动手？白莲堂的林惊这空降到我们血刃堂当代理堂主，长老院的令我们不敢不接，但堂里的人未必服。不服现在可以说。血刃堂的刀只认强者，你若有本事，就在这店里把我打服，打不服，这位置你坐着也难受。可以。我手，我会藏。
列仓留下当差，其余人听令。从今天起，两堂资源打通，有功者赏，临阵退缩者按堂规处置。谁能在外立功，谁就能在堂里说话。是。散吧。打得干净，但他们只是暂时服软，暂时够用。真正要动手的，不在堂里。金瓶儿他们，里面的刺头压住了，外面的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从今天起，血刃堂愿意学的，我教一门新功法，比血刀经更强，也更难。学成者，资源优先，任务优先，位置优先。我学。代理堂族教的功法比原来强太多了。以前在血刃堂混，现在跟着他，才像真的能往上爬。属下以前眼拙，这功法确实不同。功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能用它立功，位置就给你留着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跟我做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血刃堂有代理堂主，不知道我还有你们。学成之前不许外传，出事你们先死，我后死。是。死士要的就是这种。金瓶儿三人开始在外收拢人手，动作不小。让他们收，收的越多，到时候一锅端得越干净。朝廷换了2波驻军，都被我们吃掉。两堂现在在册精锐已经过万，新学简化功法的弟子进境大多比老弟子快。继续，能拿的据点就拿，能收的人就收。我要的不是小打小闹，是真正能说话的分量。10年，我把两堂的刀，从门派里的刀，变成了能在边境上说话的刀。朝廷的据点一处一处消失，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多。林惊蛰现在手握数万人，地盘连成片，再让他做大，我们3个连立足之地都没。长老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明显骗他。紫衣门愿意动，他们恨他入骨，也怕他继续壮大。只要你们能把他的主力调出去，紫衣门愿在侧翼配合，灭了这个祸害，对大家都好。那就联手，把10年的账一次算清。朝廷那边大军调度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让他们来，10年了，该试试这两堂的刀到底有多锋利。3个人眼红，紫衣门记仇，朝廷也在看。可我已经不是10年前那个只能躲在暗处的人。金瓶儿3人联手，紫衣门残部配合，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多。他们气息联动的很怪，不像临时凑的。沈度左翼，列仓丁紫衣门，中间3人，我亲自接。林惊蛰10年了，我们3个床上一起过，刀上也一起练。今晚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合击。合击还真有点东西。中了！压倒！大后天又如何？今晚我们3个就是来耗死你的！堂主，他们真气在共享，打持久战我们会吃亏。速战！全军压上，围住他们，别让3人再合在一起。今天你们3个走不出这里。
林惊蛰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合击秘法，三圣燃！燃烧精血，他们疯了。大后天又如何？我们现在已经摸到先天的边了，今晚你死定了！堂主！闹够了没有？10年，让你等到现在。师傅，叛逆者，杀无赦。先天怎么可能这么快？10年合击，10年秘法，今晚到此为止。师傅出关了，真正的局可以开始了。师傅，今日我们一鼓作气，剿灭紫衣门。师傅已突破先天，教主之位，非您莫属。愿随堂主踏平紫衣门。好，那就打。东线他们刚折了锐气，防守必有空隙。我们2堂精锐加上师傅的先天战力，3天内可以破山。紫衣门太上长老还在，虽然老了，但终究是先天。老了的先天不足为惧，我去会他。那弟子打头阵，先破山门。10年磨一剑，今日把仇报完。发兵！这一仗打完，圣教格局会彻底变。变就变，我要的从来不是格局，是紫衣门的人头。师傅是年轻先天，紫衣门的老东西已经老了，这一次不会再有意外。林惊蛰，魔门反复无常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废话少说，破门！再加一把，门要破了！你以为有先天就能横行？紫衣门不是软柿子！我要的不是横行，是你们的命！叶孤鸿已死，降者免死，拒者杀无赦。魔门小儿，欺人太甚！好了，
该退了。师傅是年轻先天，他已经老了，这一次不会再有意外。他老了，真元已竭，废了他的修为，留活口。100年前陈家村，你还记得吗？陈家村那个小村子，杀过太多人，早就记不清了。我帮你记，全村100多口无一生还，其中包括我的父母。报应，真是报应！伪装不是紫衣门自己要做的。谁让你做的？一位贵人。当时紫衣门想要更进一步，那位贵人许了我们好处。只要把陈家村处理干净，我们贪了那一点前程，就动手了。贵人是谁？不知道真名，只知道那人后来进了京城，成了真正的大人物。再往后，就与我们再无往来。紫衣门，今日起不复存在。问到了。有人在背后，但紫衣门的账今天已经清了。贵人，我会找到你。朝廷的人来得好快，他们算准了时间。不过是朝廷的铁骑，我们刚灭了紫衣门，手里还有先天高者，几万精锐，怕他作甚？怕他作甚？杀！师父，我们刚打完胜仗，真元消耗不大，朝廷远来未必适应，可以战。摆阵，让他们知道，圣教的刀不是好惹的。魔门逆贼，踏灭紫衣门，罪加一等，立刻下马受降，上可留全尸。降，今日有战无降。全军听令，应战！看见没有？铁骑也不过如此，继续压！唐主，他们的阵型没有乱，再加一把，把他们的先锋咬死！几万精锐，加上师傅，朝廷的铁骑未必不能破。惊蛰，真正的铁骑还没动。那就把他们逼出来。今日一战，定乾坤。全军继续压上！看到没有？
朝廷的兵也是肉长的，继续杀！堂主，重甲动了。收，所有人收拢，接战！这不是人能挡的，堂主挡不住，他们的阵太密，个人再强也冲不破。京城撤，再打下去，两唐会全灭。我静养10年，怎么可能？个人武力在这面前算什么？撤，能走的立刻撤！散开，别围着我！士为知己者死。震动！死火轻于鸿毛，死火重于泰山。今日我列苍死得其所，来吧！沈度、列苍死得其所，全部都给我去死！京城，走！朝廷追的是我这个先天，我往北引开他们，你从西边进山。不行，你留下，必死无疑。沈都和列苍已经死了，不能再把你搭进去。师父，我死得起，你死不起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本名陈默，已经活过3世。第1世和第2世，我都死在紫衣门手中，却带着记忆重新投胎。这一世，我才叫林惊蛰，所以我才知道玄清宫，才能这么快走到今天。就算我死了，下一世还能重新开始。可你死了，你先走。无论下一世我叫什么，我都会回来找你。你这小子，好，我回去，但你必须给我活着，活着，才有资格把这些话从头到尾说清楚。师父，一定要活着。师父已经走了，该我走了。不对，他没有走，他在给我争取时间。放！师父，
假意相信，用命换我一条生路。师父，禀侯爷，那名先天已被重弩洞穿，钉死在城墙上。此战首功必能晋升公爵。尸体好像被弩箭直接打碎了，魔门元气大伤，足够了。清理战场，班师。血莲公子跑得挺快啊。周成风，你才是真正的销魂公子。金瓶儿只是我推到明面上的棋子，真正的销魂一直是我。为什么杀我？因为你太爱养。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圣教教主之位空了这么多年，不是没人能做，是朝廷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能统一魔门的先天。你师父一出关，他们就等着你们和紫衣门两败俱伤再出来收网。任何接近教主之位的先天，都是朝廷重点清除的对象。你师父从踏出关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被盯上了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局。现在该结束。魔门公子唯有销魂，你说的那句话我还给你。95，比上一世又高了。悟性加50，剩下的45点全部加在资质上。敖挺，下一世我要进你们的局。加点完毕，重开。终于活过来了。听说了吗？血莲公子林惊蛰死在逃亡途中了。你说你能死而复生，如果是真的，下一次别再让我先走。破路啊，爹当年好歹也算立过功，上面说过，有军功伤退的，家里孩子可免丁。你安心读书识字，别跟爹一样，整天跟刀枪打交道。父亲、母亲、弟弟，完整的一家。沉默。破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娘，我来。军户征兵，年满15者一律从军，旧日伤退文书作废。上面明明说过可以免。谁再动我爹娘一下，我让他当场惨。好狠的小子！军户抗争，上面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什么时候会的？二流，你一个孩子怎么可能？偷偷练的，这些年夜里没睡，只在练，现在已经是2流。娘，我有分寸，我护得住。前3世的武功还在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们重演第1世的结局。二流，你真瞒了我们这么久。怕你们担心，现在不用了。昨天出手的是你。统领恩典，我不是来问罪的。边关缺的就是真正能打的人，你这种根骨和手段，
窝在村子里可惜了，跟我回雁门关，我给你一个真正的兵籍，不是普通军户那种。来得比我想的快，正好。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爹的伤退待遇重新核算，我弟以后免丁，家中按正式从军家属供给。行，有胆色。呵呵，收拾东西，今日就走。照顾好爹娘，等我真正站稳了，接你们去。第4是，从雁门关开始，师父的下落、朝廷的局，都会从这里往上摸。昨天在村里出手的那几下，我听说了，拳脚是自己练的，是不错的根基。但是，你知道江湖上的私斗和真正的战场厮杀有什么区别吗？江湖人打架讲究招式变化，身法灵活，一击必杀。战场上你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敌人，没有时间让你转挪，也没有空间让你找角度。你那几下拳脚对普通官兵够用，可真上了战场，不出半个时辰就会被人捅成筛子。战场从不追求花哨的变化，出手就要杀人，一往无前，枪刀剑都要简单直接，够狠。你现在的拳脚很好，但不适合上战场。我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拳脚先放一放，枪剑齐射，这是军中强者的标配。你要重新学。个人再强，在真正的军阵面前，也只是一粒沙。这一世，我要从头学。前3世的经验还在，悟性也在，我会很快。师父的下落，关姓贵人的线索，都要等我真正在这军中站稳，才能往上摸。今日对练实战规则：枪头去刃，点到为止。谁要是还敢留手，自己去跑50圈。军中对练和江湖比武完全不同，没有花招，只有谁更快、更狠、更稳。陈破金出列，对面张老刀。小子，别怪我下手重，军里不养废物。行。停！你这枪学了多久？3个月。记住今天的感觉，战场上没有点到为止。你要是真上了阵，这一枪就必须刺穿。明白。 3个月，真假？假不了。周统领的眼睛毒得很，这小子以后怕是要出头。3个月够了。真正的考验，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，师傅的下落，关姓贵人的线索，都要等我先在这军中杀出一条路来。胡人掳走200多百姓，往北撤了，必须在他们会合大部队前救人。陈破总，你进精英小队，深入敌后，活要见人。靠近再动手，避免惊动。700档的力道，声音我自己消掉了。这弓没声音，你这剑什么时候练的？闲时自己琢磨的。走吧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。快去救人！大家分头走，一批人引开胡人，另一批人带着马上的百姓撤离。走。陈兄，你那剑真的没有破空声？
箭头我自己改过，战场上能多活一口气就多改一口气。你们先走。人救回来了，谁的功劳最大，自己心里清楚。陈破金，出列！此次敌后救人，陈破风先行远程清场，无声取敌，为全队打开圈口，记大功一次，赏银50两，剑术单列密档，由本统领直接掌管。几百钢的力道，却几乎没有破空声。箭头也不是军中制式，你自己改的？是，战场上能多活一口气，就多改一口气。从今天起，这弓和你的剑术列为秘密，平时训练可以继续，真正动用必须经我允许。你等于多了一把能在暗处取人命的刀。明白。陈破路不简单啊！破路兄，以后上阵你先射，我们再冲。行，但别传太开，传开了就不灵了。枪是正面的刀，这弓是藏在暗处的刀，两边都要有。破路，后面交给你了，前面要是有动静，你先射。护梁最容易出事，胡人最喜欢盯这种飞样。劫车阵，其余人跟我顶住！保护两客，解散！你这是一个人把对面锐气全打没了。粮比命重要，丢了粮，前面打仗的弟兄就得饿死。陈破弩，周统领召见。敌后救人，护梁杀敌，连续2场硬仗都是你打头。上面已经批了，晋升10长，额外记大功1次。另外，准你回家探亲，期限10天。谢统领，去吧，家里人等急了。回来之后还有更重的差事等着你。是。晋升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爹、娘、弟弟，还好吗？哥，你真的回来了！瘦了，也更像个兵了。我升了10长，以后饷银会固定寄回来。家里缺什么，跟我说。活着回来就好，活着回来就好。哥，我以后也要去当兵，
像你一样。先把身子养好，把字认全。真到了那一天，哥再带你。别学爹，能活着回来，比什么军功都强。我叫陈默。这3个月的枪剑阵，和前几世的拳脚刀法，一直各走各的。今晚好像能合上了。破了，一流。武道追求的是个人极致，一击必杀，变化莫测。战场要的是简单直接，能在混乱里活下来，还能带人杀出去。以前我总把两者混在一起，现在才分清楚。这是兵书。一些打仗时想到的东西，写下来，免得忘。去吧，记得活着回来。师长的位置给你留着，从今天起，你跟骑兵一起练。边关最缺的就是能在马上杀人的人。3年，他从10掌做到100户，再做到1000户，2套武学真气双修，加上战场上磨出来的杀法，陈氏战法也从薄薄几页变成了真正能落地的东西。老将军要见你，李龙城。雁门飞将，30年能挡住20万胡骑的人，他若看中你，比任何军功都有用。去吧，别丢人。陈破弩，末将在。进来，让老夫看看这3年你到底长成了什么样。别住！够了，20岁1000户，拳脚已有这般功夫，年纪轻轻，武功了得。
谢老将军赐诏。起来坐。老夫召你来，不只是为了试你几招。老将军，这是末将这些年在战场上一点点写下的东西，名为陈氏战法。除了阵法、伏击、以少打多的法门，还有一些修炼与武学上的心得。末将不揣冒昧，想请老将军过目。好一个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。但兵法是一回事，这些修炼心得，你小小年纪从哪儿悟出来的？回老将军，其中有一部分来自我3年前得到的一场奇遇。奇遇，细说。奇遇，细说。3年前，末将还是破落军户时，无意中得到一份与魔教教主相关的传承线索，其中有一首诗，据说指向魔教镇教神功玄魔功的下落。青山埋骨处，白骨化莲台，莲开七瓣落，魔心自天来。这些，末将愿意一并献给老将军。老夫不取。这等机缘是你自己的造化，老夫若收下，便是夺你前程。老夫可以帮你查，军中窒息、旧档、边关乱葬岗，凡是与青山埋骨处沾边的地方，都会让人慢慢排查。但传承本身归你。谢老将军。给老夫留个兵书副本细看，你呢，就好好留在雁门。边关还需要能打仗的人，把眼前的事做好，比什么奇遇都实在。以后有什么想不明白的，可以直接来问老夫。边关这点事儿，老夫还能罩得住。是。魔教教主的传承有意思。你来做先锋，老夫要的不是手，是直接杀穿他们的中军。是。随我冲！霍奴，中军交给你，老夫给你挡住左右。主将已死，降者免死。好，好一个杀穿敌营的陈破虏！从今日起，雁门关上下都要记住你的名字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李隆城镇守边关有功，特封扫北将军，仍统雁门诸军。陈破弩作战勇猛，杀穿敌营，斩敌主将，特封游击将军，兼雁陵卫统领，赏黄金若干，予依军工部令记。钦此。雁陵卫以后归你，老夫的手终于可以松一松了。老将军，末将有件事想问清楚。关培德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末将有个故人，
死在他手上。故人，你今年才21，哪里来的故人？关培德，老夫确实认识。他是朝廷前任兵部尚书，后来甚至成了皇亲国戚。老夫当年能稳稳镇守雁门关，他帮过忙，有提携之恩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正直、清廉，不贪不占。朝堂上他是出了名的清官。他主张加强编备，支持老夫练兵。那些年雁门关的军饷从不拖欠，兵器粮草也总能及时送到。说起来，老夫还欠他一个人情。将军，如果我说他手里沾着无数无辜者的血，您信吗？这不可能。老夫认识他几十年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有件事老夫得告诉你：关培德已经死了。10年前老死于家中，算是善终。此事，我心心念念要找的人破弩死了，老死的。不管你和关培德有什么恩怨，人死如灯灭。放下。第一是我躲在山上，眼睁睁看全村被屠；第二是我卧底10年，死在桃花树下；第三是我几乎踏平紫衣门，最终被朝廷碾碎；第四是我找到了名字，人却已经死了。十世之仇，犹可报也。可人要是老死在床上，连恨都找不到地方。他正直清廉，有提携之恩，这和太上长老临死前的贵人几乎对我不上。真相或许比我以为的更复杂，也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了。时间会带走一切，如果只靠轮回，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人。所以必须修仙，只有踏上仙途，才能真正超脱于时间，才能让那些恨、那些遗憾、那些还没来得及问出口的话，不至于全部化成空。江烈没有完整尸体，官方说死了，可现场没有尸身。仇人死了，师父不能也只剩下一个可能。统领出来，可要先看看我们燕灵卫的刀顺不顺手。比试可以，但用实战规矩，枪头去刃，点到为止。输了，以后少在背后嘀咕。燕灵卫以后只认2件事：能打，能活着回来，其余的我一概不听。从今日起，按这个练。我要的不是花架子，是能在夜里摸到敌人后颈的人。位置坐住了。勉强。军中不服的人打服就行，朝里的眼睛才真正麻烦。你问的那2个人，一个已经死了，一个可能还活着。老夫让人继续查乱葬岗和旧战场，有消息会告诉你。谢老将军。边关稳着，你才有资格去想更远的事。统领，乱葬岗那边有了动静。当地猎户说，10年前那场大战后，曾有人在夜半看到一道白影往北走。事后去看，地上有极淡的血迹，却没有尸体。白影往北，具体到哪一片？大致是黑石岭到旧关堡之间。那里已经荒了多年，常有野兽，很少有人敢深入。抽20人，夜侦编制。今晚随我走一趟。往北，保持距离，不要出声。
有人在这里养过伤。至少住过一段时间，人已经走了，走得很干净。闭关。统领，还继续查吗？查，往北的每一处旧关、废堡、药农口中的怪人，都要记下来。人活着，总会留下痕迹。统领，北面旧关堡附近的药农说，大约8、9年前，曾有一个白发中年人用剩下的干粮换过止血药，话很少，走得很急。之后再没人见过。再往北就是胡人常年游荡的地带，我军探袭平时很少深入。继续往北查，用商队和猎户的名义，不要打燕余卫的旗子。有任何白发、重伤、行踪诡异的人，都记下来。统领最近像在找什么人？管那么多，把本事练好。跟他出任务能多活。胡人在北线有小动作，像是试探。你带燕灵卫去走一趟，顺便看看那边的虚实。黑石岭的事，老夫也听说了。人要是真想藏，边关这点地方未必留得住。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把所有人都搭进去。末将明白，先把眼前的事做完。去吧。统领，真往旧关堡方向靠。军令是虚实，顺路看看，不算违令。北线既是战场，也是师傅可能走过的路，两边他都不会送。统领，旧关堡废墟地下发现异常，有人为开凿的痕迹。像是一处被掩埋的石室。先清外围，谁也不许私自进入。统领，这是魔教的东西。青山埋骨处，原来在这里。里面是一处旧时魔教留下的废典，已无活人。帛书与玉简由我亲自封存，带回燕关交扫北将军过目，其余人不得外踹，违令者军法惩治。残篇并不完整，却比他此前推演的任何内容都更接近本源。结合自己的玄清功与这些年的战场感悟，或许真能再往上走一步。飞将军，扫北将军李龙城回京了。旁边那个年轻人是陈破池，一人杀穿敌营的那个。习惯就好。京城的热闹比胡人的刀更快缠上人。宣雁门守将李公城觐见。宣游击将军陈破例觐见。你就是那个一人杀穿敌营的陈破路，好厉害！臣不敢当。这是北线战事收尾，与雁门防务调整。是不是真的？一枪挑了敌将，胡人是不是吓得不敢来了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你们都是大功臣，朕知道了，回头重重有赏。陛下，外界传得太过了些。一人杀穿敌营，斩将夺旗，听着终究像话本。当朝武状元王腾才是万众瞩目的青年第一人，这位陈将军如此年轻，便有这等功绩，会不会有冒领之处？陛下，与其在此争论真假，不如当面一试。
陈王腾愿与幽姬将军陈默比试一场，真金不怕火烂，是攻是水，一动手便知。好，就在殿前比，朕倒要看看谁更厉害。王昭第3世带着铁骑把我一切碾碎的人，还活着。请，请。好，陈将军赢了。臣侥幸。老将军，边关已稳，胡人20年不敢大举南下。末将想请辞，出去走一走。去哪儿？没有固定地方。边关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，有些事必须亲自去看。老夫知道留不住你，去吧。燕灵卫的位置给你留着，什么时候想回来，随时回来。谢老将军。这些年，你问过江烈，问过关姓，问过仙人。出去之后，若真找到了什么，记得给自己留条活路。会的。留给雁门，真正用得上，都在里面。哥，你真要走？边关现在缺人，我刚编进燕流卫不久。你留在军中，把枪练好，把命护住。家里就靠你多看顾了。我知道，你去你的，家里有我。去就去，记得活着回来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。哥，你要是找到什么，或者遇到什么事，写信回来。20年，师傅始终没有找到，像是故意躲着他。阁下可是仙人？仙人，不过是轻功好一点。轻功没有真元外放，却能凌空飞渡，这世间确实有仙。是他。雁门关的游击将军陈破弩，朝廷的人追我这么远，是奉了谁的令？与朝廷无关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自己的事，有意思。那就看看你这朝廷鹰犬有多大本事。你这先天比我想的难缠。今天你走不了。够了。
白发蒙面，手法有些熟悉。真正的局还在前面。叶家先祖是仙人下凡，皇宫禁地，或许留着真正的痕迹。什么人敢闯禁地？今日先断！再敢闯入，格杀勿乱！禁地有东西，3位先天供奉，说明那东西极重要。下一次需要更合适的时机。融合不成，再强行试，经脉会废。草原18部联合80万大军，雁门关告急，扫北将军李隆成死战不退。李将军呢？陈将军，李将军他7天前被流矢射中伤太重，没挺过来，临终前还在喊不叫胡马渡冰山。灵堂在哪儿？破路见字如面，践行时老夫恐已不在人世，不要难过。将军百战沙场死，此生足矣。唯一遗憾是没能再见你一面。平安，平安！这一战太惨，你弟陈平安失踪了。有人说看见他被胡人围住，后来就找不着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破路，娘做梦了，梦见仙人骑着仙鹤把你弟弟接走了。他没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被仙人接走了。师王，帝师，这一世最重要的人正在一个个离开。李将军的话还在，不叫胡马渡燕山。我要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来。诺！陈将军，许多年前殿前一败，我始终记得。今日既在同镇，便先把胡人彻底打垮。我牵制正面主力，侧翼就交给你。各为其主，正面交给你，侧翼我来破。全军！敌帅已死，降者免死。自此之后，胡人永不敢南下。消息传回中原，举国欢庆。天子第一次违逆太后，坚持封他为侯，
召他进京领赏。陈老将军，圣上已在宫中备下宴席，请您先休息，明日赴宴领赏。定国公真的被刺了。今早的事，手法极快，功法像边关那位，却无杀伐气。定国公王昭今臣府中遇刺，先天凶手一击即退。真元与您相似，却收敛无沙场杀气；相似，却没有杀伐之气。师傅还活着，极有可能就在京城。先不提这件事，明日的宴照常去。替我收着。若有人问起是谁写的，就告诉他是林惊蛰写的。王昭死了，手法像我，却更干净。师傅在京城，明天宴席还有太后与王腾。客官，刚才一位先生留下的，说若有人问起，就称林惊蛰。破奴，原来是你。陛下，老臣有一事相求。听闻皇宫禁闭有初代国主所留石碑，老臣一生痴迷武道，想去看一眼。此乃皇室禁闭，外人不得入内，陈老将军见谅。太平本是将军定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既然如此，便成全这个结局。酒里有毒，谁干的？你姓什么？哀家姓关，闺名子轩。先父关培德曾任兵部尚书。原来如此，我竟然为这幕后真凶守了一辈子江山。我会再来。厚葬，以国公之礼。第4世结算中，姓名陈默，寿命83岁，死于太后毒杀，修为先天，两股极道真元。生平，这一世你成为边关军户之子，15岁觉醒，打虎成名，入雁翎卫，得李公城赏识，献兵法，大破胡人，封游击将军。后游历天下，突破先天，闯皇宫禁地，力敌3供奉而退。胡人80万大军扣关，李隆城战死，陈平安失踪，你临危受命，率军千里奔袭，斩敌大帅，大胜而归。此后守边数十年，最终打到胡人圣山，迫其远走漠北，
天下皆知飞将军之名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你虽难逃一死，却还百姓一个太平。大丈夫当如是也。综合评价，你终于知道了真相。4世的追寻，100年的仇恨，原来源头是一个女人的秘密。可笑吗？可悲吗？下一世你要怎么选？怎么选？杀。这一世3000点全部用上，全部投入悟性与资质。下一世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10世之仇，犹可报也。第5世即将开启。音频由 AI 生成。破怒，林敬哲。关子贤，系好脖子等着。这一世，我12岁觉醒，姓叶，名玄，字明杰。叶是国姓。我是苍兰太祖之后，父亲是镇南王，割据南方6州，拥兵30万。我一出生便赐了爵位。殿下，您醒了。前世李龙城陈婆婆拼死拼活守遍数10年，最后封侯了吗？没有，一杯毒酒送她归西。这一世我什么都没做，一出生就全拥有了。这样的王朝，不灭亡还有天理吗？苍狼已有取死之道。这具身体底子极好，7经8脉全通，每一条都宽厚坚韧。这就是1000点资质换来的基础。只要耐心蛰伏，我就能走到前世没走到的地方。但是我恨，我不想等，我要尽快让关子雍生不如死，搅乱整个朝廷，泄掉这口无名之火。距离我前世去世，仅仅过去了7年。2代飞将军陈破离入朝封赏中途暴病而死，朝廷以国公之礼厚葬，其后人蒙阴封小官，迁居京城。雁门关20万守军被就地解散。暴病而死，明明是毒酒，人都死了，厚葬有什么用？把后人弄到京城，方便监视。解散守军，是怕有人报仇。好一个朝廷，好一个太后！王爷，您看，藩镇之策，鞭辟入里，强兵之本，直指要害。好，此子对兵法的理解已入化境。王爷，您生了个麒麟儿啊！腰等，百步穿杨。王爷，九公子这排兵布阵的本事，属下不如。老九，你今天让父王开了眼。本王一直遗憾，前些年边关的飞将军陈破土，那样的人要是生在我叶家该多好。没想到上天又给了本王一个补偿，
你就是我叶家的麒麟儿。飞将军，父王有所不知，那个人已经回来了。老九，你今天的表现，父王很满意。这是我叶家祖传功法，太祖所留，只有核心子弟才能修炼。太祖靠他打天下，可惜后世子弟资质不够，本王希望你能练好。这门功法丝毫不弱于玄清玄魔，甚至更加玄奥。多谢父王，儿臣一定不负所托。你先退下吧。以这一世的资质，突破到先天是早晚的事，但我等不了太久，最短时间内变得足够强，然后去见该见的人，杀该杀的人。孙儿叶璇拜见祖父。坐，你的事老夫都听说了。1年入一流，比太祖当年还快。祖父，孙儿想问一件事：太祖他真的是仙人吗？你倒是问的直接。民间传说太祖是神人后裔，老夫年轻时也以为他得道成仙，但很遗憾，太祖并不是仙人。若真是仙人，又怎会生老病死？他晚年病痛缠身，驾崩于龙榻，宗谱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不过老夫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宗谱里说太祖起兵时在海边得神龟赐3卷天书，那是糊弄外人的。真实情况是，太祖坐着一艘前所未有的船，从另外一处天地来到这里，为了方便统治，才把船替换成了神龟。另外一处天地，太祖很可能是从修仙界过来的。这片天地是末法之地，极少有真正的修仙者。我要做的是找到太祖过来的路线，反向回去。那3卷天书，说不定就是路线或者工具。这一世的目标清晰了：1，途径该屠的人；2，拿到回去的路。此前王府考测，太后派人来观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太后的懿旨，昨日刚到。加强皇室与藩王联系，说是培养，实则是质子。太后在试探诸侯王的底线，答应送人就是臣服，不答应就是敌人。现在明白了吗？皇上怕是也按捺不住了。太后垂帘多年，天子不会甘心。这道旨意是在逼诸侯王表态。皇上的密旨3天前送到，去与不去由你自己决定。想明白了再来找老夫。太后要我去，皇上也要我去，两边都点名，就是要把我拖进局。也好，只有靠近，才能看清，才能动手。边关的陵墓该去一趟了，有些人该见了。我有点事，你们先在这里等着。我回来了。招式一样，真元的底子也一样。臭小子，果然是你。师傅，试完了。臭小子，师傅，这些年辛苦了。老夫苦苦撑着这口气，就为等你一句实话。你是不是真能死而复生？师傅，我能。一世又一世，这一世我来收尾。师傅，跟我走，我们一起修仙，把关子轩的皇朝推翻，把该报的仇报完，然后去更远的地方。口气不小，老夫油尽灯枯，未必还能跟你走很远，但暗棋可以当，不公开露面，只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出手。若最后要跟那个女人拼一次，老夫的命也算值了。苦了你了，孩子。我会把该做的事做完，师傅，等我。太后点名，皇上也点名，去就是把自己送进局，不去两边都得罪。你怎么想？去，只有靠近才能看清，才能动手。孙儿入京代表的是整个镇南王府，站哪边都会产生影响，但中立往往最先被收拾。好，让你八哥陪着，遇事商量，不要独断。九公子放心，有老奴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仙毛。师傅在暗处，七煞的棋子还在布局。这一次入京，
是试探，也是开战的前兆。九弟，京城水深，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局比边关的刀更难防，你可想好了站哪边？八哥，战边之前先看清楚谁会先死，活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谈战边。你们先下去休息吧。关子轩，7年前你用一杯酒送走陈破堂，这一次换我来见你。那就是叶璇，镇南王府的麒麟儿。13岁就能杀小后天的那位，现在都快20了，更厉害了吧？陈叶璇参见太后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你的事哀家都听说了，天资聪慧，了不得。以后在京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哀家。亲戚，你可还记得自己亲手毒死的那个老将军是什么眼神？关山月，关家那位。清月见过姑祖母。叶璇，这是哀家娘家的孩子关山月。你们年纪相仿，都是少有的人才，多亲近亲近。关姑娘。叶世子，关家的人天赋不在我之下，是对手，也可能是局中最麻烦的一枚棋。叶世子今日看我的眼神，不太像在看同龄人。关姑娘看我的眼神，也不太像在看普通宗室。教主，不，世子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按老规矩散没民间，只等一个能把七杀重新聚起来的人。从今日起，七杀重开，不求声势，先求能在关键时刻听令，钱粮落脚点，我来解决。你们要做的是把能用的人都找回来。是。臭小子，七杀的线接上了。接上了。师父可有消息？王腾最近常往关家走动，像是在为太后盯着你。另外，宫里有人查你入京前的行踪，被我拦了一道，暂时安全，但别掉以轻心。有劳师父。需要动手的时候叫我。周老，查到这份处，已经很危险了，真要继续？飞将军死得不明不白，雁门20万兄弟被一句话遣散。我若装聋作哑，对不起那杆枪，也对不起自己。继续查，
查到能见人的那一天为止。叶璇，也许该见一见。七杀在暗处，师傅在暗处，边关旧部也开始醒了，网正在一张一张织起来。还有谁？镇南王世子叶璇，3片树叶杀了3个一流巅峰，一刀斩杀小后天，这是什么妖孽？你们忘了关家那位？太后娘家的关山月，据说也不差。那他俩谁更厉害？不知道，但我估计早晚要碰一碰。3片树叶，一刀斩小后天。叶璇这孩子，比哀家预想的更锋利。太后，此人若继续放任，恐成大患。是否……急什么？刀锋利，才更要看他握在谁手里。继续盯着，哀家要看，他究竟是宗室的麒麟，还是一把会反噬的刀。叶璇、山月，你们年纪相仿，天赋也相当，哀家看了许久，觉得倒是一对。宗室与官家联姻，对两边都有好处，你们自己可愿意？全凭太后做主。好孩子，既然如此，便择个吉日吧。叶世子答应的倒是痛快，不怕我将来拖后腿。关姑娘若想拖后腿，早在比试场上就能动手，现在再说，晚了。臭小子，联姻的事，你真打算应下来？应下来，才能更靠近。官家的底细，太后的心思，都需要一个位置去看。你自己有数就行，需要动手的时候叫我。姑祖母既已开口，我拒绝也无用。嫁就嫁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叶璇究竟想做什么。可以了。着镇南王世子叶璇暂领右圣军部分兵马，协助整理京畿防务。兵权到手，哪怕只是一部分，有兵才有资格把网收得更紧。你拿了兵权，是为了镇南王府，还是为了别的？都有。关姑娘若只想当旁观者，现在还可以退出。退出？晚了。我倒要亲眼看看你能把这盘棋下到哪一步。旧账与新局同时见光。
今晚若只是演戏，你可以出去；若想真的成夫妻，先赢我一招。你在燃烧潜力？时间不够，只能先把境界堆上去。今晚到此为止，你先活着，别的以后再说。你这样撑不了多久，够用就行。还没死，叶璇，你欠我的，以后再算。谁让你去的？没人让，我自己要去的。雪崩差点埋了我，我还活着。你先把潜力补回来，活着才有资格跟我算以后的账。多谢。七杀，按原定路线动。右圣君，跟我走侧翼。今晚只做一件事，让该还的债见光。周老将军，你也要反？反！老夫奉的是旧日的账。王腾，你还记不记得雁门关？飞将军率3000鄢陵卫千里奔袭斩胡人大帅，2代飞将军不得封侯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。后来太后要除飞将军，是你禁的言。一杯毒酒，飞将军死在京城，边军被就地解散，多少人死无葬身之地。今天该还了。老匹夫，你以为你能杀我？这一枪替飞将军还的。王腾已死，边关旧账今夜结清，真正的局可以收网了。教主，禁地有3名先天供奉，是否？我自己去，你们继续拖住外面的人。何人敢闯禁地？你很忠心，可惜站错了队。神龟，太祖传说里的那只。多少年了？你的真源，你是叶冲天的后代。是，你打碎的是国运之锁。老夫以秘法借国运修行，也镇压国运，使苍蓝延续1000年。前辈，这处世界究竟如何？3卷天书又是什么？天书3卷是重塑世界的密钥。我要去灵起大陆，资格我自己凑。小花，你来了。你叫我什么？200多年前，陈家村一个山野少年躲在草丛里偷看你练剑，后来你爹屠了全村，他像狗一样苟活了30多年。第2世，他卧底10年，死在桃花树下。第3世，他几乎踏平紫衣门，被朝廷碾碎。
第4世，他替你守边数10年，以一杯毒酒赐死。今天，你我之间只能有一人活着走出这里。你是莫哥，也是陈破炉。原来如此，我也有我的苦衷。屠村非我所愿，当我知道的时候，父亲已经将村里全屠了。我去找过你。住口！这都是你的借口而已。那恩怨对错，此战皆休。若你死，下辈子我等你来报仇。请。不要！师父为什么？臭小子，他那一剑若真要你的命，老夫拦不住。可他收了力，老夫不能让你再赌一次。下辈子，你要是还恨，就再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没有下辈子了。莫哥，当我第一次看见陈破炉，我就发现他骨子里像你。到后面看见现在的你，我栽培你，甚至要把皇位给你，把山月嫁给你，这都是我未曾完成的梦想。我找了几世的仇人，没想到是你。莫哥，若我还有来世，如果我们相遇，你会娶我吗？会。也许这就是命。10年前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的叔伯、婶婶、堂哥、堂弟，所有亲人被你活埋在绝谷，最疼我的姑奶奶也死在你手里。10年，你知道这10年我怎么过的吗？我今天来只做一件事，杀你了结这份痛。你为什么不躲？前世因今世果，欠你的都还，你我之间恩怨两清。丫头，你吸收了太后溃散的国运，又以痛苦入道，破开了天地桥梁，凝聚了后天灵根。你可以随老夫前往灵启大陆。臭小子，还能撑住吗？师父，仇报了，路各走各的。老夫送你最后一程，下一世若还在，再当一次你的暗器。这一世，你投生镇南王世子，以顶级出身重走人间，重建七杀，执掌兵权，揭开苍兰只是隧道的真相，亲手了结与关子贤的4世纠缠，终因前尘因果，死于关山月一剑，成就白银5星，路未尽。你终于知道这片天地之外还有灵启大陆，下一世你要怎么走？下一世去更远的地方。开始吧。